深圳粤盛音响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深圳粤盛音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全当我给你喝醒醒酒了。喂，赵青。我的天哪，你怎么回事？我刚从古城出来，刚会过咱那位丁先生了。我看你不像是怕死的样子。生老病死，有谁因为怕就躲过去了吗？你是不是料定了我不会杀你？你不缺杀我的心，你缺的是一个杀了我还不影响你自我评价的理由。如果我说我料到了，你会用开枪来证明我判断的错；如果我说没料到，你会用开枪来证明我撒谎的错。怎么样？何许人呢？算个人。这边当庭宣判，余生哈哈哈哈哈哈！这么惨呐，连个择日宣判都没混上。行啊，这下踏实了，不用再扭扭捏捏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怎么把客房给退了？我不回北京了。鸡公山是个有名的避暑胜地，我去山上溜达溜达。你先把严所长他们打发回去，然后和司机一块儿飞武汉，顺便视察一下武汉公司的工作。咱们武汉会合。鸡公山离古城700-800公里呢，一个人开车不行啊。这样，要么你立即掉头回北京，我带2个司机出北京一路迎你；要么你就把车开到郑州住下。我和司机最迟明天中午赶到郑州，我陪你去鸡公山。严所长他们就交给省委大队吧。哎，我怎么听见你这话里有话呀？想哪儿去了？我只是心情不好，失眠睡不着觉。咱是人呐，还没成仙呢，你就让我散散心，折腾折腾啊！把我折腾累了，痛痛快快睡一觉就好。说好了啊，武汉会合，我挂了。别挂。杀富济贫，真能救了贫吗？说说，怎么个不能？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为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就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乐圣画点圆而已。这就是你最不地道的地方。什么都知道，还什么都干了。你侮辱法律，奴役农户，败坏市场风气，你毁掉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音响品牌。从你身上，哪还能找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又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我来古城，就是想见识一下你是何许。这2颗子弹本来是给你的，你留着。你死不死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你太自以为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看不起你。97的加满。师傅，这儿离鸡公山还有多远啊？有近300公里，赶赶天亮就到了。谢谢啊。古城之行了却了林宇峰一桩心事。他知道诉讼之后等待他的都是些什么：股东、债主、公司、同事，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跟他做工作。然后是乐盛与葛律师接洽，然后是谈判、妥协、签字画押。无论你是扭扭捏捏还是半推半就，其结果都早已被人注定了。他无法躲避，但是他又不愿面对，更无法承受。他不想让人看出来他是自杀。他所设定的死，只是由于疲劳驾驶所导致的一次意外事故。原来是可以被憋死，就这样吧。一场诉讼在乐盛知名品牌的烘托和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使葛律师公司一夜之间名扬四方。一时间，报纸、电视、网上围绕着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而林宇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识之士针对丁元英个人的痛斥。你进。韩总，坐吧。商厦调整中层管理机构的方案草拟好了。您看袁英这事儿怎么了？这媒体都炒成一锅粥了。他这人一向清静，怎么捅了这么个马蜂窝？袁英已经不关心这些了。手里的人不在了，这些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丁哥，你找我？来，里边坐。来坐。我这准备，最近也该走了。
趁着明天是中秋节，把你叫过来，有几句话想跟你絮叨絮叨。你也趁着这个空，回家过个节。丁哥，你看小丹的事儿，我也没。刘斌，咱们终归是有一段唱片的交情，啊，临走前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公司刚筹建的时候，很多事情要顾到人情，现在改组了，就要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光靠人情不行，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这股的事儿，我把欧阳雪给得罪了，肖总肯定对我有看法。他现在忙着跟悦盛公司谈判，好多事儿顾不过来，等他腾出手，我估计就该收拾我了。你既然预见到这个结果，那你的坚持是为什么呢？我好歹也算创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资历只有在这个公司才有用，换个别的地方就没用。肖总真要赶我，我认命。肖总要是给我个机会，那我在公司里就还有希望。我也想过自己做点事儿，可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待在公司里稳当，起码不至于赔钱吧。如果当初对诉讼没点判断，你们还会不会退股？不会，我们不知道丁哥事先已经算计好了。当丁元英问完刘斌这句话后，已经明白了，葛律师的事还没有完。他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不得不以防万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后2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司要赶你，不会等到2年。这个档案袋里的原始文件作为新发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如果推翻了原判决，你知道公司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刘斌，你我这点唱片的交情，我能帮你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你要记住，这个只能用来保住你的工作，不能成为要挟别人的筹码。我这么做已经是很不要脸了，希望你不要让我更丢脸。我懂，我懂。好，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明天过节，早点回家看看吧。丁哥，那我先回去了。刘斌。肖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要是行，你就有机会；你要是不行，到哪儿都一样。我懂，我懂。我先走了，丁哥，再见。刘斌欣喜若狂，仿佛又抓住了命运的主宰。雅文吗？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来，请坐。大哥，中秋节快到了，给你买了几块月饼。谢谢。邮件是小丹的父亲寄来的，昨天刚收到，上面写的转交给你。
是法兰克福大学寄给小丹的入学通知书。谈判进行的怎么样？大的合作框架还没有谈，就基本确定了。一，乐盛公司将独家有偿使用格律诗品牌及音箱设计专利，独家经营双组分音箱。今后的乐盛旗舰双组分音箱被命名为乐盛格律诗。二，格律诗公司的音响机架产品将全面进入乐盛公司的销售网络。三，乐盛公司将王庙村确立为乐盛格律诗和乐盛旗舰及其他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基地，由格律诗公司对箱体质量提供有偿担保。四，乐盛公司撤掉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线，将设备按工序分解，折算价格后以加工费偿还债务的方式借贷给王庙村生产专业户，由格律诗公司承担债务风险担保。谈到第几轮了？第3轮，昨天是最后一次谈判，主要是解决一些细节上的争议，确定10月9日8点19分在古城明珠饭店举行签约仪式，也就是后天。8点19分，怎么还有整有零的？这是乐盛方面的意思。公历10月9日正好是农历8月19日，按公历是取实在长久的寓意，按农历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一个双吉日。签字时间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一个吉利的时辰。南方商人讲究这个，就随他们了。在古城签约主要是照顾王庙村的农户，因为有几个项目是乐盛与农户直接签约，农户可以省点去北京的费用，也显得乐盛公司亲和。冻结在索林特的资金很快就到期，柏林那边的事情得回去处理，我就不在古城待着。这个我想到了，我什么时候来接你？订几号的机票？最近几天你正忙，这些事情就让楚方安排人去处理就行了。这个房子的租金12月份到期，承租人现在是欧阳雪的名字。我走了以后，搬家的事情还得麻烦你，忙过这阵子，抽了空，把房子退了，东西还是放在楚风的那个房子里就行。行。我在古城卖过唱片，也因为这个，跟刘冰有一段唱片的交情。你现在是格律诗的掌门人，念我过去给公司做过一点事，我卖个老脸，跟你提个要求。大哥，我做了什么错事，让你这么寒碜我？刘斌留在公司本意不是打工，如果在公司和乐盛公司合作的敏感期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当，可以考虑给他一点股份，让他有一个实在的前途。如果有什么不当，那么就调整他的工作，但是不要辞退，让他有一个留在公司继续工作的就业机会。行，我记住了。欧阳雪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当初入股公司有碍于情面的原因，也有支持扶贫的心态。就他本意上说，他除了对酒店有兴趣，对其他的事情一概没兴趣。所以你的接手对于他是一个解脱。以后如果没有特别必要他出面的事情，就不要去打搅他。他只有待在酒店里忙着，心里才踏实。大哥，我有些问题想问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作为小丹的朋友，能不能向你提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但那毕竟是我的看法。我想问的是你的看法。可以。小丹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小丹的电话只有一个意思：道别。面对这样的道别，我能说什么？我有什么可以说的？我知道我阻止不了小丹，小丹也知道我不会阻止。小丹不会因为有了我的阻止而有选择，我也不是因为阻止不了他而没阻止。为什么？因为他是警察。好，副院长。
距签约宴会只剩下3个小时，刘斌心里在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他觉得自己的命运现在是以分钟来计算。葛律师公司的胜诉，把他在精神上抛进了痛苦的深渊。仅仅一个错误的判断，就让他与那个近在咫尺的锦绣前程擦肩而过。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怎样的心痛。当一切似乎绝望的时候，丁元英给他的新证据又使他看到了一线曙光，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准则。这时候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主宰着，血液逐渐上升，想象力逐渐膨胀，仿佛手中已经真的把握住了什么，不能甘心。刘斌心里涌起了一股出征决战的悲壮，他要告诉众人，他刘斌也是力挽狂澜的人物，非等闲之辈。如果在萧亚文清楚我的时候用这个档案，顶多保住个打工的机会。如果我是出于良心在签约仪式上把新证据当成爆料，那就是一条爆炸性的行为。如果我救了乐盛公司，乐盛就得开个价。有了乐盛开价垫底，欧阳雪和萧亚文想躲过这一劫，就必须得给我开更高的价。人人都自私，除了钱说啥都是假的。哟，刘主任，请进，请进。来，里边坐。忙着呢。来，不忙。赵总要求每个人把协议最后再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哎，你这个东家不去招呼客人，怎么跑我这儿来了？说是让我回来配合欧阳雪搞接待，可欧阳雪没给我分配一项具体的工作，就这么干晾。今非昔比，不招人待见了。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这儿说啊，别让人误解我是在搬弄是非。我找你有事儿，有大事儿。
悦盛公司我就跟你说，我想见见你们赵总。在见赵总之前，跟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什么事儿啊？法律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在判决生效后的2年之内，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我想问问你，如果再审能够推翻原判决，现在对悦盛公司还有没有意义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我在肖总和赵总正要签字的时候，当场公开葛律师的内幕文件，你们就有了新的证据，就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悦盛就能胜诉。如果悦盛胜诉对你们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我就没必要这么做了。如果对你们有用，你们能出个什么条件啊？兄弟，你这是想钱想疯了。丁元英是什么人，你比我们清楚。就算是有你说的那个新证据，那么重要的内幕文件，能放在你的手里？哼，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和丁元英还真有点交情。丁元英要回德国，他可能也看出肖总要对我下手，特意给我留了一个保饭碗的招。那个装有内幕文件的档案袋就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贴了封条，还做了蜡封处理。那你怎么知道那里面肯定就是内幕文件呢？我了解丁元英，丁元英这人从来就不撒谎。他的意思是让我在必要的时候拿这个吓唬吓唬肖总，能保住工作就行。但我可不想这么一直打工。咱们2家公司现在正在合作，你这么做合适吗？你们能让林董事长明目而没去做，你们合适吗？推翻原判，葛律师就完了，所有的东西都归你们悦盛了。当然，赵总是有脸面的人，我也不为难你们，咱谁也不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表面上我是出于良心和正义感站出来揭露真相，跟你们悦盛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是后来被感动了，才给了我奖励。你估计赵总能给我点什么？如果错失一个可以推翻原判决的机会，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如果是一场闹剧，断送了2家公司的合作，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不起；如果把这个难题上交给赵总，那就等于把赵总拖进了是非之地，连个缓冲带都没了。刘冰连丁元英这样帮他的人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你是怕我身上有录音吧？我还没小人到这个份上。这房间里就我们2个人，你说什么死无对证，我说什么也死无对证。你对悦盛公司的情况很了解，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们能给个什么条件？兄弟，我现在听你聊这些，就已经冒着丢饭碗的危险了。我懂，我就再不是人，也不能出卖你啊。我知道你在葛律师公司的处境，你的心思我也明白。这样吧，咱们先定个小人协定，你仁义，我就仁义；你不仁义，就别怪我不仁义了。你放心，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如果你的新证据能把这一局扳过来，葛律师音响店就归悦盛了。如果你对公司有特殊的贡献，以我最保守的估计，你至少可以得到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你还可以担任葛律师音响店的副经理。按公司规定，副经理可以得到10%的利润提成。就这些？我说过，这是按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你纯粹是为钱，那也可以按律师代理费的1/3计算。如果你想当经理，有配车，那要看你以后的工作成绩了。行，我知道了，我回去考虑考虑。我再重复一遍，你仁义，
我就仁义。我要不仁义，你可以什么都不认账。我先走了。丁元英，你也有失算的时候。他们不必计较面子、名分，一个个活得轻松自在。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赚来的仅仅是一时温饱。他们不知道还有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存在，还有高雅和脸面存在。天上那么多的星星，总得有一颗是我的吧？大家请安静，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深圳乐盛音响公司、北京格力士音响公司王妙存个体户签约仪式现在开始。我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大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不能去找肖亚文。虽然肖亚文是控股的股东，虽然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是得益于欧阳雪的支持。至少在他还没有完全坐稳之前，欧阳雪的意见对他肯定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感谢大家的光临。应该去找欧阳雪，跟欧阳雪谈。欧阳雪也是股东，毕竟还多了一层同乡的关系。过去我们两家公司经历过一些不愉快，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相反，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不愉快的摩擦。我相信这个签约仪式将是我们公司一个新的起点。谢谢。你怎么不进去啊？哦，这儿说话不方便，到那边去说。来2杯咖啡。什么事儿？这是丁哥亲手交给我的公司内幕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作为新的证据推翻原判决。肖总和赵总一会儿就签约，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当众公开这些文件，也不想让这些文件落到乐盛公司手里。我有几个要求，如果你答应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敲诈我？我敲诈你？当初你那么痛快地答应我们几个退股，肖亚文入股才几天，伯爵公司就出了650万收购格律诗。丁元英早就知道诉讼的结果，可他什么都没说。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从来就没真诚过。我就3个要求：第一，给我20%没有垫资负债的公司股份；第二，总经理的职务由我担任；第三，公司给我配一辆25万以上价位的轿车。我没别的意思，就想像你们一样，活得像个人。都说音乐熏陶人，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就熏陶成这样。看来这音乐，你听不听都没多大关系。你干脆点，答不答应？亚文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事情由他来决定。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告诉他我不同意。
我从不记得公司有什么内幕文件。如果是大哥人为造成的后果的话，我会去找他问个明白。你考虑好后果，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我是摆馄饨摊儿过来的，不吃这个。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刘斌惊呆了，他望着那些白纸，就像望着一堆嘲讽，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恐惧和绝望交织在一起。他明白了，就在他触动档案袋蜡封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推开了地狱之门。先生，你不舒服吗？走开！他对乐盛公司不再有用，他对格律诗公司也不再有用，周围所有的人都会鄙视他。怎么没想到先打开看看？为什么要相信他？这种人也会撒谎？秋夜的天空星光闪烁，满天的繁星在刘冰的眼里似乎都变成了一只只冷漠的眼睛，充满了轻蔑。他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了感叹：世界太大，大的能包容罪恶、阴谋、眼泪；世界太小，小的竟然没有他刘冰的立锥之地。秦元英，你撒谎了！你撒谎了！他知道，只要从这儿往下一跳，他就解脱了，再也没有痛苦和自卑，再也不用面对孤独、恐惧和无所归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9分，这是个良辰吉日，下面请各方代表正式签字。
今天多喝2杯，恭喜娘子。这你就看看领导了。赵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大哥要走。喂，刘冰跳楼了。瑶儿，上次你来古城，大哥跟你说过刘冰什么事儿没有？不好意思，久等了。都齐了吗？哎，走吧。走。大哥，你又要挨骂。